在我第一次看到坚果 N 系列的时候，真就非常的喜欢。除了三色激光本身具有色散和散漫问题外，别的方面表现都非常的满意，亮度、色准、对比度调教等等。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经历了30多台投影机后，依旧没有换机的原因。用很多人的一句玩笑话来说，就是其他产品是工作，坚果才是生活。做 UP 的半年多来，我一共产出了33条视频，有6期勉强算是商单。按照大家点名要对比的要求，其中坚果出镜了12次。现在看来，我这 UP 能活到现在，也能说明大多数人使用后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你有在用坚果吗？可以把你购买的理由分享在屏幕上。说到坚果，很多人都会提到它那独一无二的云台。作为一个 UP， 我也很难去给大家推荐一款投影机产品，因为对我而言，这无疑就是一个送命题，所以我也会经常拿有云台当做挡箭牌。因为我最开始想要的就是一台能够随便投画面到天花板上的投影。开始做投影仪视频后，我被推荐也是我买的第一台投影，就是坚果的 N1 Ultra。尤其是拿它对比了近几年的产品后，我想没有人比我更懂这款产品的优秀。对比体验的产品越多，就越能理解这台机器的成功。每次对比画面时，都能感觉到这款产品的方便，因为用的最多，遥控器也非常的顺手，手动调整非常的流畅，自动对焦也不弹页面，不到1秒就可以校准。日常使用也非常的方便，可以自定义开机到不同的设备。一开始我也吐槽遥控器上没有信号切换的按键，但后来发现你只要操作你需要使用的设备，它就会帮你做自动的切换，关闭播放器、游戏机或者开启外接设备，投影机也会自动的开关机，非常的方便。起初我也一直认为现在的投影都这么智能，这些应该是都有的功能，直到我后面买的吉米 H6 Pro 后才发现这些好用的功能它好像都不支持。那这台机器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缺点，唯一让我遗憾的是不能根据偏远自动切换对应的色域。很多人因为手动调整使用了不对的色域，就会觉得色彩有些过艳，真心希望品牌后面能够解决一下，真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遗憾。总之让我用一句话形容的话，截止到目前，这就是我个人最推荐的产品。无论你的预算是5000还是5万，只要你能接受散班。那这次它终于迎来了升级， S 系列第一个升级的地方，也是我认为提升最大的地方，就是它的散班。散班这个标签一直被狠狠地印在了三色激光脸上。之前也有过16乘盲测对比，74%的用户都认为三色激光的画面更好，并且无人注意到散班。但如果被放大了焦虑，在观影时难免心里还是会不自觉的去寻找散班。如果不是友商放大散班制造焦虑，相信很多三色激光用户会比现在更加的舒服。这一次坚果又进一步的优化了散班，虽然我个人对散班不算很敏感，但即使是散班最轻的 CES 还是能察觉到一些。NES Pro 的散班不能说完全没有，但近乎已经是很难察觉感知到了。色散方面倒也没有很明显的提升，我个人因为弱视，佩戴400度加100度的散光后，双眼视力也只有 1.0。根据我的统计，只有在视力 1.4、1.5 以上的人，观影距离下才能看到字幕的色散。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判断色散，可以保存我这张图片，最好成平时字幕的大小，然后看一下是否有色散。这么小也能看到色散，那么可能 LED 也不一定完全能适合你。除了 4K 散漫外， NESP 的亮度也进行了升级，相比 Pro 多了一个超级亮度的档位。我们使用徕卡鲜艳模式，白色画面的亮度为157尼特，实测亮度天梯榜排名第14名，同价位表现非常的优秀。而吉米 H6 Pro 这边因为怕说我视频侵权，就不拍菜单了。最佳设置后 SDR 白色画面的亮度为130尼特，实测亮度天梯榜排名第24名，相比 H6 确实也提升了一些，但对于现在色彩亮度也会更高的三色激光，还是要逊色很多。对比度方面，三色激光依旧是遥遥领先。我们通过白色亮度除以黑色亮度， NES Pro 的 SDR 静态开关对比度为1706:1，实测对比度天梯榜排名第7名，表现非常的优秀。而吉米 H6 Pro 的开关对比度只有254:1， HDR 对比度甚至只有80:1，实测对比度天梯榜排名第29名。噪音方面，两款表现都非常的优秀。解析力方面， 4K 机和 4K 机的清晰度差距也是蛮大的。坚果的调教一直是同价位投影机中比较优秀的，吉米基本上每期我也都一直吐槽锐化调教过重。对比远处的建筑可以看出吉米的画面层次感很差，毛边感很重，给人的感觉更像是只拉高了锐度，过渡非常的不自然，很类似于这个效果。加上亮度比较低，就会显得画面非常的脏暗。画面方面，亮度、色准、色彩、层次感，坚果都更加的优秀。吉米 H6 Pro 因为对比度亮度过低，画面更像是加了滤镜。这里可以看出来吉米的上下黑边亮度没有坚果亮啊，这是因为亮度越高的机器越容易照亮房间，从而放大黑色画面的亮度。最后我们再对产品的优缺点做一个总结。优点一，产品有一个非常好用的云
平台，无论是摆放还是挂头，调节起来都非常的方便。产品的亮度、对比度在同价位的表现也非常的不错。实测参数排行榜分别是第14名和第7名。优点3：解析力、画质、算法、功能等体验在同价位也非常的优秀。缺点1：产品没有色域自动切换功能。缺点2：产品没有光学变焦，画面还有点漏光，也就是你除了画面，光源还会照到其他地方。建议使用黑化环境，或者像大家一样配合黑洞布都可以解决。这里还有个误区，老的观念还认为数码变焦和手动校正完全不能用。我们今天的对比都是在坚果使用了一些数码变焦和手动后去对比的，我日常也都会使用一些，虽然没有侧头那么离谱啊，但也可以看出，如果一个产品本身就不够优秀，即使没有画面损失，效果也不会太好。我之前也是非常抗拒使用手动校正什么的，这种校正最开始主要是给激光电视用的，因为当时并不成熟，像素点损失明显，使用后你的画面一个方边框的图标可能会显示成圆形。但目前这些产品的芯片算法也都更加的成熟，还是建议大家都能尝试体验一下。H6 Pro 因为侵权问题，我们这里就不评价了，其实优点还蛮多的，建议大家还是2台机器7天无理由都买来对比一下。我个人还是更加偏向3色激光，这次不但加了亮度，极大优化了散斑，还升级了 4K， 这么有诚意，真的是让刚买了坚果 N1 Ultra 的用户直接哭晕在厕所啊。NS Pro 基本上也属于是加量不加价了，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。OK，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求3连求转发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